很多人常常跟我讲，其实我怎么创造不出实相？我说你有啊，你创造的乱七八糟啊，你有创造啊，你为什么创造不出来？因为很简单，你的理性跟感受是分开的。你最后会做每一个符合理性对的决定，但是你越来越不快乐，你越来越失去自己。我们如果把一个人简单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感受我，一个是理性我。好，那但是在我们后来的，比如说家庭或是学校的教育，大部分都在发展这个什么理性我，或是我们讲的科学啊、逻辑或医学，有没有？对，推理、逻辑、推理、理性，大部分发展的都是这一个。好，比如说我们讲，来，科学是讲感受的吗？我讲个笑话哈，那时候我太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念心理研究所的时候，好，有一次她跟教授在讨论，我太太好像就讲到一句话，她说我感觉个案很悲伤，来，马上被教授反驳，你不能用感觉，你要用什么？数据、量表、分析，你要有科学证据，你不可以用感觉。来，各位，徐师一听我就觉得，天哪，我们这个世界疯了啊！当我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能用感觉，那我用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两个字叫有病，懂我意思？我们什么都要用数据，什么都要用科学证明，什么都要拿出科学证据。来，你爱你的小孩有证据吗？你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有证据吗？来，懂我的意思？所以人类就被什么切断了？所以后来我们一直在用什么理性？你们再挑一个先生，挑一个太太，请问是跟着感性还是理性？好，那我再讲一遍，你们在挑工作是跟着感性还是理性？我不是否认理性的重要，但是徐师要讲，如果你一辈子大部分的决定都是跟着理性，那请问你的感受怎么办？来，就是你最后会做每一个符合理性对的决定，但是你越来越不快乐，你越来越失去自己。哪一个自己可以靠近内在真实的自己？理性还是感受？今天我们这样讨论，当然有点武断。最后，当然我们要理性跟感受是合一的，对不对？可是我要讲的是，现在大多数的人类都是用理性在做决定，所以变成我们这个社会冷冰冰、硬邦邦。医院来有人性吗？不一定。我为什么要有人性？我为什么要处理你的感觉？我做胃镜就好啦，我做大肠镜就好啦。我需要满足你的感受吗？需要吗？不用。你懂我的意思哈？我治疗你的病就好了，我治疗你的癌症就好啦。我为什么要了解你的感受？来，你的感受对我重要吗？来，你的感受对别人重要吗？别人的感受对你重要吗？当你的感受对别人而言不重要，别人的感受对你而言不重要，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大家回答我。对，觉得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因为你们的感受对我而言，Who cares？谁在乎啊？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社会越发展，人越什么冷漠、疏离跟孤单，来对不对？当我们整个社会每一个个体的感受是不被在乎的，当别人不在乎你的感受，你也觉得你的感受没有被别人在乎。来，比如说，身为一个小孩子，来，你觉得父母在不在乎你的感受？还是我常讲，还是父母在乎你功课好不好？然后现在在乎你每年过年给他多少钱，在乎你的工作优不优秀？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哈？还是父母真的在乎你快不快乐？小朋友每天回到家，爸妈是觉得你开不开心，还是你功课写了没有？好，来，所以学校要讲喽。为什么我们越活越孤单？我们人越活越容易失去生命的意义跟目的。来，明白了吗？因为我们越活越来越觉得怎么样？感受
不重要。各位，你们对你们自己，请问你们是越来越在乎你们的理性我，还是在乎感受我？甚至你们都会开始压抑自己的感受。你很努力工作，你表现得很好，你很认真，请问有没有压抑想偷懒的感受？这世界到底有多少人活着是在违背自己的感受？这世界到底有多少人活着是在违背自己留在婚姻的感受跟工作的感受？明白吗？跟你现在过的生活到底是你的感受想要的还是不是？所以徐师要讲赛斯心法的学习是慢慢找回感受。来，因为最后当你把你的感受、你的 feeling 或你的 emotion， 最后它跟你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创造实相。大家知道创造实相不只是信念，还包含了什么？感觉基调，还记得吗？那感觉基调就是什么？感受。当你的理性跟感受分开，你觉得理性的自己真的比较代表你，还是感受才代表你？包括我刚刚讲恐慌症的患者，恐慌症的患者常常很勇敢，常常可以 hold 住全场，可是他有没有面对他的害怕？没有哦，他的害怕，他的敏感，他的恐惧，因为他一直告诉自己怎么样，我不可以害怕，他最后就爆发啦，就恐慌啦，对，他在排斥那个害怕。好，那之前徐师也讲过，好，Parkinsonism 巴金森氏症的人，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不让自己感觉到任何的害怕，他甚至连这个情绪都没有。各位，因为你对这个情绪很陌生哦。徐师要讲的是，我们对我们内在真实的自己，你真的很熟吗？还是你不熟？如果你今天是个理性我，请问你要不要把感受我找回来？要。来，你除了会使用你的理性，你要不要会使用你的直觉？来，直觉从哪里来？直觉从感觉来呀。可是讲句实话，比如说男性同学，你对自己的感觉跟直觉熟不熟？不熟，对，因为男人一辈子用什么？逻辑、理性、头脑。来，懂了吗？你可以把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可是你的直觉、你的感受可能从来没有打开过。你不能只是会用理性、逻辑跟推理，你要会用什么？感觉。你可能对自己的感觉很不熟悉哦，不管是喜怒哀乐，还是任何的 feeling 感受。好，那如果没有这些喜怒哀乐，没有这些感受，各位，最后你的直觉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常常跟我讲，其实我怎么创造不出实相？我说你有啊，你创造的乱七八糟啊，你有创造啊。那因为你为什么创造不出来？因为很简单，你的理性跟感受是分开的。所以赛斯心法要谈到的是什么？你能不能越来越了解内在的很多真实的自己？来，我很喜欢上一次在台北分会上的这个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好，这是鲁伯的一个笔记。来，各位，情绪本身，当我们容许它的时候，来，各位记得，你一定要对各式各样的感受怎么样？你要容许，你不要去压制它，你要去接纳它，你要去感受它跟体会它。我们常常压抑情绪，控制情绪，害怕情绪。哎，这点很重要。好，因为在整个赛斯心法里面，赛斯常常觉得我们要去容许这个情绪。当然我说的不是用情绪去伤害别人呐，不是。来，各位，你一定要承认你的情绪，接纳你的情绪，甚至好好的去看你的情绪怎么来的。来，仔细听哦。可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是好的情绪来我接受，坏的情绪来我怎么样？直接就抗拒了。你甚至连问他怎么来都不想问哦。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情绪怎么样？很不熟啊。当你有各式各样的情绪，你容许他能对此有所感受，而你抓住这种兴奋感，就可以让你瞥见自己心灵的存在的，甚至更大的自由。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赛斯心法的修行法门呢？从情绪怎么样？
接纳、容许，然后再下去抓到那个情绪的兴奋感，而借由这个情绪的兴奋感，回到心灵更大的自由跟创造。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活越没有生命力？你看老人家就对了。来，我们先开个玩笑，你看很多老人家有没有失去好奇心，变得麻木了？那不再热情，不再兴奋了，有没有？你看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哇！来，什么叫做老了？老了就是你没有跟着变，就是老了。对啊，因为你变不动啦，你框架了，你固执啦，你没有跟着潮流怎么样改变呐、来，徐师现在在讲所有生命变化的兴奋感，这个兴奋感是逃脱理性的哦。哎，各位，是逃脱理性的哦。所有的情绪跟感受如何跳脱我们的理性？那你如何打开所有的判断？对，然后看到更大的创造力。